在全世界穷游是有一个互惠的态度的，不是蹭人家的便宜，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们到了网络上面去说，比方说，如果大鹏现在住在土耳其好了，我想去土耳其玩，我就跟大鹏说，我可以去睡你的客厅吗？啊，你客厅有没有空位给我睡一下？当大鹏接受了这么一个全面的互惠的原则的时候，大鹏是准备好有一天，如果他要去台北玩的话，我会张罗到一个沙发给他睡。大家自己找到了一个尽量降低中间人剥削的一个方法，他们不去住旅馆，他们靠这个方法来互相帮助。这个发展的越成熟的时候呢，就越不存在马薇薇所担心的我们占据了当地的资源这件事。如果我真的只有一顿饭吃，我不会在网络上面说，我欢迎大鹏来我家，把我仅有的一个馒头分掉。我会跟大鹏说，我真的吃不够，所以我介绍一个家里馒头比较多的朋友，你去他家吃馒头啊。就是这个是穷游的一个互助的一个方法啦，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回到今天的辩论的题目来呢，就是我对于一个事情值不值得骄傲，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设定了一个目标，然后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完成，只有这样而已。就我答应了马东来参加奇葩说，我就把他参加到完。那这个就是我设定的目标，跟马东也把钱付我付到完。那这个就是我不确定，那你就不值得骄傲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自我的约定，我讲好了做，那我做到。刚刚颜如晶讲了一个事情啊，我提醒你一下，就是不光是他们有钱的人去正大光明的买了一张门票去罗浮宫看展览，或者是我们没有钱的人靠种种的小技巧弄到了一张门票。值得骄傲的不只是这个过程，值得骄傲的可能是一个16岁的人进罗浮宫去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跟66岁的时候再走进去看到蒙娜丽莎微笑，那个内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错过那个时间点，这件事情就不那么感人了。亚马逊河的星空我也看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是在我最想看到的那个年纪看到，我已经错过那个年纪回不来了。所以，穷游不是摸一摸口袋，然后说，我这个月学费都交不出来，我怎么可以去旅游？而是在20岁的时候感觉到说，我现在再不去看一下土耳其，我不去看一下印度，我好像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设定这个目标，就去了。等他60岁有钱的时候，他大可以再去一次印度，过辉煌的富游。可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穷游的人有他的原因，那个东西我们不用追究。可是我认为，第一个，他不是占人家的便宜，而且被占便宜的人，他不会只是被占便宜。我如果今天招待了一个远从土耳其来的人，住在我的客厅里面过了一夜，我一定从他身上得到了一些远方的故事，得到一些互相安慰的灵感、温暖，都不是来自于我在乎我分了一个馒头给这个人吃。所以互惠而穷游不是一个占人家便宜的态度。那今天的发言无关胜负，所以只是给大家讲开心的。谢谢康永哥。康永哥每次都是能别开生面，找到新的角度。听得特别难过，因为他说那什么卢浮宫、亚马逊啥玩意儿我都没去过。那个门口不让卖煎饼，哪儿都没去过。哎，我要是拍得出卖座11的电影，我哪儿都不去。我大概是从2期节目开始之前被康永哥逼着加入到辩论的行列，然后就上瘾了。我是觉得整个这道题目其实反方难辩。我觉得今天反方有一个失误，是他们把精力放在了穷这件事上。穷游和穷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穷游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词儿。什么以后出现的？互联网出现以后。没有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叫旅游。那互联网出现，为什么出现了穷游？是因为信息爆炸，是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做功课、做攻略，获得更多的信息，以让我们用更少的钱去获得原来得不到的那种服务。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程序叫做穷游。有人也因此注册了一个网站，非常聪明，叫穷游网。好像可以分享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分享信息和方式的一个地方。
但它本身并不提供给你更便宜的东西，对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穷和富上，其实离我们的题目相去甚远。我们的题目是穷游是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跟骄傲没有关系。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发明了 Airbnb 的那些信息技术的英雄，他们把人的需求和人能提供的服务，把交换建立了桥梁，是提供给我们那么多短时间内搜索大量信息的这些工程师，他们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值得骄傲。而单就穷游来说，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这会是我的角度。但是即便这样，如果我坐在反方，我就难死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说的这个角度是一个我自己认为说得通，但却无法引起情感共鸣的角度。我无法像康永哥那样娓娓道来的时候，把你的一生当中的那个遗憾滴落出来，让你的心震颤，给他投票，这就是康永哥的厉害。各位看官，你们说穷游究竟算不算件值得骄傲的事？决赛的题目是说穷游是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对吧？你觉得呢？我会选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不是吧？刚打完省钱的题嘛，穷游就是最会省钱的一群人。但是我和陈敏儿才变完没钱不要生孩子，现在又鼓吹穷游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你们长大了，我们错了，我们衷心的向大家认错。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3个都觉得穷游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如果如今觉得不是，我们就选不是，好不好？好，对，听你的。如今你觉得是还是不是？是。那我们就选是的，就选这个了。好，靠谱。好，题目是穷游算不算件骄傲的事儿？陈明，因为上一场你们是优先选择持方，所以正方是你们的选择，对吗？对。好的。然后我们想请全场的观众100位红蓝键来选择正方算，反方不算，请选择。3、2、1。不会吧？观众这么齐心呢？你们摁过吗？摁成50比50，你们太精确了吧？你知道吗？就是你一直以所谓的屌丝男士自，屌丝。来，重新来。你使不使了？真的？你从屌丝男士啊，你一直以屌丝男士自居。那今天这个题目你会选择哪边？因为穷游其实和屌丝这件事儿好像密切相关。我肯定是觉得他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事儿啊，因为我觉得就没钱就别去了啊，就是真的就没有穷游这个概念。既然是游，就好好的去玩，因为你是放松嘛、休闲嘛。你穷游这2个字就不应该组合到一起，就别去了，没钱就别去了，不然自己还怪累的。大家听到了吗？这就是一个屌丝翻脸的结果。我是屌丝，我也不穷游，也不穷游啊。对你有那个闲工夫，你不如把自己好好的这个包装，然后努力奋斗。就是要么不游，要游就穷家富路。对，就是你好好玩嘛，你穷游干嘛呀？所以这不是一个骄傲的事情。不算。好啊，我们来问问金姐的立场。我大鹏一样的，我就觉得是不是什么骄傲的事情。你确实是这样的，你是那种要把享受全推向极致的那种。对呀，就过到那个份儿上才成。我特别寻找感觉的一个人。康永哥，选择哪边？是骄傲的事。你穷游过吗？我没有，可是孔子有。孔子不只是穷游，孔子是带了一个旅游团穷游啊，他带了72弟子穷游。他是穷导游。穷导游也好，穷游也好，值得骄傲。好，值得骄傲和不值得骄傲的两边，我们从正方开始。花溪，好，先跟大家讲讲，大家为什么会批判穷游呢？因为很折磨，因为很痛苦，因为旅游大家就是图个放松、轻松、爽嘛。第一个问题，大家想想看，旅游的唯一目的是不是只有放松、轻松、爽呢？好像不是吧？
因为有的人的旅游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有的人的旅游是为了去还一个愿望，有的人的旅游可能仅仅只是想出去看看，而不是想出去爽爽，对不对？所以想追求享受的那群人，他们不会选择穷游。会选择穷游的是什么人？是心中有一定的理想，但是我的经济实力还不够，但是可能我错过了我这个年华，我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人，所以他们会选择穷游。那么这个时候，他即便没有享受到旅途中的欢愉、旅途中的舒适，我们能说你不值得骄傲吗？对吧？再来看第二个，什么叫做值得骄傲？我方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大家对于金钱越来越狂热的一个社会。人们对于金钱越来越依赖的一个社会，有钱人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一个社会，相反的，没钱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困难的一个社会。那么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不要说穷游了，你不依赖金钱，你做好了任何事情，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依靠你自己的魅力，依靠你自己的本事，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今天做饭。我花笔钱，我请个5星级顶级大厨来我家，鲍鱼、龙虾、牛排摆一大桌，很好看，但是很值得骄傲吗？好像没有吧。但是我今天萝卜白菜小米饭，我做出的津津有味，我觉得我靠我自己的厨艺，靠我自己的用心，我做出来了一桌饭，我觉得我很骄傲啊。刚才大鹏在看了《奇葩说》的开场之后，他说你们这个节目太有趣了，我不要钱了，我自己过来玩，我掏门票。我觉得作为我参与《奇葩说》的人，我很骄傲啊，这是我们的魅力，对吧？他不是认真的。好了，我知道。但是那一个瞬间，我也觉得我很骄傲，所以我说，穷游的目的是什么？穷游是我把这一段旅程当成我一步一步走完的梦，而不是我一张一张信用卡刷出来的商品。我放弃了金钱带给我的感官刺激，可是我感受到了我自己眼界的开阔。我放弃了金钱带给我的舒适享受，但是我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因为我突然发现，穷游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牛，而不是钱牛。我可以不依赖金钱做好很多事情，不是吗？所以穷游为什么不值得骄傲呢？谢谢。男神可以随时改变立场。对，要不要倒戈啊？别问了，再问我已经就改变了。我别问了，别问我啊，我是一个很容易动摇的人。对，决定不拿钱了。年年快！好可怜的穷孩子，太讨厌了，没富过，仇富。所以说，花西高王演变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穷孩子，非常仇富的这样一个奋斗史。他讲的是富不值得骄傲，我穷我骄傲，知不知道？你没有讲的是我穷游骄不骄傲？好，播到这里，开始讲我自己的事儿。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们，甜甜姐从来没有穷游过。不是因为我从来没穷过，那个时候我爸妈妈一个月只有38块钱，全世界的人都穷，那不叫穷游，那就叫旅游。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吧，最多旅游的时候，我爸妈妈插队落户是知青嘛，我们从外地到上海，搭个车程，那个时候要7个小时，那就已经算是旅游了。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不就被我妈从床上提溜起来，前一天晚上已经把我衣服全部穿好了，早饭给我啪啪嘴巴里塞2个就把我带上船了，然后又乘船又乘车，噼里啪啦来到上海啊，这就算是旅游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心酸。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让我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一定要出去旅游，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你知道吗？所以时间哗的一下就到现在了，咔咔的我赚上钱了，我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吃苦啊？我特别不能明白，要吃苦要穷的话，那在家里嚼糠咽菜，在门口蹲着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出去呢？要游啊！要游，好，你跟我说要游 ，OK， 没问题，那我就想到游了啊，我要出去旅游了。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欢喜，哎，你把我的梦想破灭了。我忙成现在这个样，每天一点时间也没有。我是要出去旅游了，阳光沙滩老船长，你不给我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衣食住行这几件事情啊。首先第一，我不能穿特别漂亮的衣服，是不是？像我长得这么姿色艳丽，又有点名气，而且是不是啊？路上的人偷我点钱，我就没什么，钱乃身外之物。要是觊觎上我的美色，那我该多担心啊！你们没有这样的共鸣吗？很多漂亮女孩子们出去很危险的，你们不觉得吗？哎呦我的天哪！你出去我们都危险的。
你找一个人彼此相爱，就叫为民除害。好，那衣服不能穿得特别好看，我们要出去穷游啊！你穿太豪华的话，那不算穷游，要这样不骄傲嘛，对不对？我得骄傲，我要穷。好，10说到吃了，好不容易我要去法国了，香榭丽舍，我要喝杯 latte 享受一下。去法国了还不好好享受享受，他不让我吃大餐，对不对？他得穷，我得穷游，我得慢慢蹭到这个法国边界的这种小乡村，看一大爷，还外国老大爷，大爷，你家有什么这当地小吃拿点来吃哦 ，merci beaucoup。好家伙，还 A 加敲门，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哎呦，这不叫穷游，这叫化缘啊！好吓人了是吧？10啊，说到住了是不是？哎呦，讲到住更可怕了。小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3个人蜗居窝在一间小房间里，还没受够罪啊！我现在出去旅游，你不让我住酒店，为什么不住酒店？要穷，我们要穷游。好，那我去住什么地方？大统铺、青年旅社，大家都很知道，我人家凑脚位。像我这种人还要跟人家交朋友，还得讲个段子，通告费都没收啊！那我就想了，既然要睡这种大统铺，我就睡我家门口那个公园门口那个小板凳，是不是啊？长椅上睡着，然后吹着冷风，微风那个吹。我走法国去了辛不辛苦啊？你说是不是啊？啊，说到行了，让我想想看啊，我想行就简单点说吧，大家也明白。我每次录奇葩说的时候，从上海走到北京，我就得能够体会很多风景，看遍生活很多的苦景。天哪，我的妈呀！我活这么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想过上好日子。求求你们，对方辩友，别让我再苦了，俺受不了。穷游还骄傲，骄个屁！拼了都拼了啊！这决赛都拼了，这是要干嘛呀？这是不是辩论呢？好吧，来，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啊。正方。我有一点点决赛恐惧症。我知道，我们都记得。再讲够吧，1分钟半也够时间了，因为甜甜姐刚才分享了一个很好，她自己想象中穷游的故事，她就觉得穷游真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实你们仔细想想，刚刚甜甜姐说了什么？她只说她不想去穷游，她认为穷游没有什么好玩的，她去了法国就是应该享受。但是你觉得你不想去穷游，代表穷游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吗？我们没有仇富，我们没有说富人不值得骄傲。如果你很有钱，你赚了一大笔钱，你来一个豪华大旅行，当然也可以，你也值得骄傲的地方，你很会赚钱，你很厉害。但是如果我没有钱，我也可以去旅游，也有我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只是豪华旅行团可以骄傲，不代表我们穷酸旅行团没有的骄傲。我听这个团名，我就不想再去穷酸旅行团我去过，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肯定因为便宜啊。就是当时有朋友叫我们去尝尝穷酸旅行团，我们就去了。当时住的那个环境是这样的，我就没有带钱嘛，这样我们就用了一点点的方式，就去了那个所谓的旅馆。我进到去的时候，那旅馆只有这2格，一格黑一格白，就这么大。我们有3个人，体型是一样的。我去参观了那个厕所，它马桶在这里坐着，沙发在这里，你是可以一边上大一边洗澡的，就这么大，很挤，过得很辛苦。那一阵子我都不敢拉。你想一下，我为2个室友，而且是男的，最后我们还睡断了那张床。吃就好像刚才甜甜姐讲的，是用半化缘、半乞讨、半卖身的方式。卖身的意思是我们卖歌献艺，就是唱段子啊、讲笑话啊之类的。对，大家不要想这么多。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旅游，这个旅游一点都不舒适，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值得骄傲？因为我们走出了我们的舒适圈。每一次走出舒适圈，意味着我们愿意成长。如果你看的书永远都是漫画，很简单很容易，你学不到东西。你看一些看似你看不明白的书，周老师写的书，这样你就可以成长，因为有深度嘛。而
穷酸旅行团给我们的成长，就是这一种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旅途当中我们没有感受过的苦难，没有感受过的辛苦，让自己去体验这种成长为什么不值得骄傲？可能对大家来讲，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各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我是一个连自己房门都不愿意出的人。一个新朋友都不愿意讲的人，如果我愿意走上奇葩说这个舞台，跟这么多会让我感受到我在一个不舒适圈的朋友一起相处。我们讲的我还有点小奇。对潇潇来讲，这是个屁事儿；对我来讲，我干了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说，穷游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愿意让自己成长，不要一味的待在自己习惯的地方。所以穷游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谢谢。说得好。我说的我都已经有点感动了啊！关键我们这么努力，其实就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你怎么还过回去了呢？而且我特别关心的是，除了马东老师，那次还有谁去了？大兵，别的你说俩男的嘛，都那么胖。马东，哎呦，哇！对甜甜的一个很反驳的重点叫做什么呢？说甜甜姐，你无非是在证明你自己不想去嘛，怎么能证明穷游不是一件骄傲的事情呢？各位，你们想一想，如果穷游是一件骄傲的事情，你会不会想一做再做呢？因为我们对超骄傲的事情都想不停地做下去啊。可是大部分人穷游之后，他想的是什么？等老子有朝一日有了钱，可是要来舒舒服服的爽一次，对不对？这证明它并不是一件骄傲的事情。第二个点是如今自己的论证点，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呀，穷游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好，我承认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勇于成长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但它的骄傲点不在于你成长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你成长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到底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什么意思？穷游意味着搭顺风车，浪费的是谁的汽油和车呀？别人的，对不对？好，穷游去住别人家的沙发，占用的空间是谁的呀？别人的。好，穷游蹭的是淳朴的当地的农民的，可能是他这一天的口粮。你占的便宜，付出的代价是谁的？别人的。所以你知道吗？你走出了舒适圈，却付出了别人的舒适，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刚才康永哥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最早的穷游旅行团来自于孔子，对不对？可是孔子带着他的3000门徒、72贤人周游列国，他可不是为了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他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和政策普及给各国的国君，使人民过上好生活。如果他带着那么多人到处蹭吃蹭喝，最后只告诉他们蹭吃蹭喝，蹭吃蹭喝。你干嘛？你是哪儿痒痒？你要蹭一下的？我爸好好说，不要撒娇。心痒。越晃越想越慌，越痒越骚越痒。这个时候，他跟人说：“
虽然我占了你们各国人民的一些便宜，不过我的目标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你觉得谁会放过他呀？你有没有想过，在《西游记》里面，唐僧经历了9981难，对不对？一路化缘，还带着自己的3个徒弟。这个时候，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西天取回大乘佛法普度众生，而是告诉大家说，我唐僧之所以走那么远，只是想出去看看。81难换来了唐僧朋友圈的81张自拍。你觉得孙悟空能干吗？你觉得猪八戒能干吗？你觉得沙僧能干吗？他们说，师傅啊，本来哥们儿在家，有人娶着媳妇儿，有人流沙河泡着 SPA， 有人在山底下做着宅男呢。就因为你要出去看看，折腾了我们那么久啊，明白吗？一个人值得骄傲，不是因为他吃苦，不是因为他自我实现，而是因为最后他吃的苦能让其他人不再吃苦，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你刚一说唐僧，我们就在想这3个徒弟谁是谁呢？我肯定是猴子，我肯定是猴子。这3个人都想当孙悟空，但其中注定有一个猪八戒。就你好了。好了，少奶奶跟猪八戒聊完天了吗？首先呢，先解决那个薇薇马的第一个问题。他刚才说，穷游我们值得骄傲，但是我们不会再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你不会推荐别人去做的？比如说什么？说我是一个舞蹈演员，金姐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的小孩告诉我，妈，不是爸。随便了，没关系。你的小孩也挺为难的，我跟你说。OK， 爸，我想去学跳舞，我也许会支持他的梦想，毕竟我骄傲，但是我可能会告诉他其中的风险，会吃多少的苦，对不对？刚才马薇薇说，你穷游，你蹭了别人家的油，你吃了别人家的粮食，但是我要告诉马薇的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舍得让你蹭，他舍得让你吃，这样的国家，我们才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先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穷游很是为什么？我跟甜甜的想法差不多，我也特别害怕穷游。第一个，如果我没有钱，我不会去穷游，因为我很难克制自己花钱的这个欲望。毕竟我要买吃买喝嘛，我总不可能出去旅游，我还带一个国际扛个大品牌鼓励过燕麦牛奶，对吧？我承认它好喝，但是我出去我也想吃点别的嘛，对不对？第二，如果我没钱的话呢，我不敢出去穷游。我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我穿的比较破烂，但是大家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长得非常的昂贵。我跟甜甜的想法还真不一样，她怕被人劫色，但是她的风险比较低呀，朋友们。我也怕被人劫色，但我更怕被人劫财，因为劫色我还有点东西可以给他，劫财我什么都没有，我是穷游啊，他一刀把我捅死怎么办？所以说，如果遇到治安不好的地方，我也不敢去。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第一，它有非常好的治安措施。我就算半夜走在大马路上，我就算露宿街头，我第二天一觉醒来，我不怕自己身上被剥得片甲不留。如果我到了一个交通设施、公共设施很好的地方，我哪怕目不识丁，我在这个城市我也不会找不到路，因为我知道会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去哪里，我可以去哪里。还有第三，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它最美的风景是人的话，每个人都彼此信任。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我不用害怕他会把我怎么样，因为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大家设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你会不会敢去穷游？一个值得你穷游的地方，值得骄傲；一个接受你穷游的地方，值得骄傲；一个穷游盛行的地方，更值得骄傲。
所以说我无比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如果你有钱的话，欢迎你来我们的国家富游。因为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你可以享受到身心的愉悦。如果你没有钱，我也欢迎你到我的国家感受穷游，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最好的人文关怀。这个时候我才会理直气壮地告诉所有人，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你常来。谢谢。有点鸡汤了，哎，上个价值嘛。哎呦我的妈呀！来吧，那个艾斯米拉达，唐僧是最有在穷游里面有发言权啊，是这样的。发现啊，这穷游本身是 OK 的，我们从来不反对穷游啊，但是认为穷游是一件骄傲的事，这绝对是一种病。而且在对面这种现象出现，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染病，现象非常可怕。我们会发现花溪的生活非常的猎奇。花溪认为，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在晚餐的桌前摆上白饭、咸菜，然后我坐在那里为自己骄傲半个小时。不会的。如今告诉我们说，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这是在挑战自己，本身值得骄傲。太容易走出舒适圈了，你半个月不给颜如晶吃鸡，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骄傲起来。在这个辩题里面，我只有2个观点：第一，穷游只是我想要，而不是我骄傲；第二，穷游里的骄傲不过是在掩盖我焦虑的自我圈套。什么意思？第一，穷游只是我想要。每一种旅游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穷游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从来不会因为衣食住行我买了一件昂贵的衣服就感到了骄傲，也不会因为吃了一大餐感到了骄傲。骄傲带有炫耀的本质。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大一的时候，作为学生没有钱嘛，从北京到三亚，怎么去呢？坐飞机会有点贵，选择了火车。坐火车我又觉得卧铺呢也不值。就坐了硬座，所以从北京到三亚总共35个小时，我一直坐着硬座，非常的穷游。35个小时还不够，他还晚点了5个小时。就在这40个小时当中，我非常收获对面所说的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我并不感到骄傲。这种状态会让我觉得珍惜而已。这种状态只不过是我在平时生活当中难得的一种状态，但是并不可能让我成为分享给每一个人，让我沾沾自喜的骄傲。这是第一。第二，穷游里面这种骄傲，不过是在安慰我们的一种自我圈套。有的时候我们会受网络上的鼓励，你看穷游啊，有一些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那些人，他们选择了穷游。你看我花2000块钱也可以看到和他一样的美景。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实现这件事儿，就不一定了。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从香港飞到上海，到最后我的兜里只剩了100块钱。当时我的手机也没有电，我的住宿也没有订。非常的穷游，然后我的心情就很沉重，丝毫没有骄傲的感觉。从机场出来，我就钻到了地铁里，我就自己开始默默的哭泣。回头我还发现我的粉丝拍我的照片，他私信我说：“大美玲，你是心情不好吗？你是感受到一些什么压力吗？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呢？”我想跟他说，只是因为我穷游了而已，对不对？穷游本身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多出去看看，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的美景，我们希望大家见识越来越多的人，而这些美景、这些人都是值得大家珍藏在心底的回忆，而把它上升为骄傲，也会损失这本应该称其为浪漫的一种东西。谢谢大家。西西打，来吧。你刚才说第一个问题，我对着白饭，他现在半个小时。我请问你，我从一个只会叫外卖的人变成了一个会做饭的人，值不值得骄傲？不值得。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变成了一个会做饭的人，我很骄傲。第二个问题，今天你不让如今吃1个月的鸡，可是他为了不饿死，他强迫自己吃那些以前挑食的东西，变得不挑食了，是不是成长？成长值不值得骄傲？也算吧。好，这种成长所以也是骄傲，行不行？所以你那2个反驳不成立。再来看，你说你穷的只剩100块钱，在上海地铁上哭，你是因为穷而哭，还是因为穷游而哭？是因为我当时认为穷游一定是一个值得我骄傲的事情，但是它不成立。你把你去上海的这趟旅程定义为穷游，请问你之前有过计划吗？有过规划吗？通通有。
但是发现穷游这件事情不是网络上那些冒险家所鼓吹的那么美好，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具有冒险精神和规划意识。所以，当我们告诉大家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的时候，会让每一个人就像我一样，在上海街上里拿着100块钱哭。不对，因为我放2遍，刚才潇潇已经说了，一件事情值得骄傲，不代表鼓励所有人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告诉我说你有规划，你有规定，可是你只是通篇都在说你不舒服，你不鼓励，你不建议，为什么您论证你不骄傲？因为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我应该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好，很多如果这对我而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愿意尝试它2次、3次，而并不是在我这么心酸的情况之下，想要锻炼自己、打拼自己，让自己有一天过得舒适。还是那句话，值得骄傲的事情不代表你要反复去做。谢谢。一般来讲，歧视别人的时候，情绪上会影响他的表达清楚。结果花溪今天还是有表达出来想表达。谢谢。陈明，花溪其实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有点快，我慢一点。思达的问题，说骄傲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的爸爸是个警察，一辈子的老警察，他以他的职业为骄傲。当我要择业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千万不要做一个警察。因为他知道这个职业有多苦，离死神有多近，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再来承受这份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但正是因为他受了，这就是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慢一点，是不是清晰一点？第二件事情，甜甜刚才说他完全不想去，对，我们的潇潇也不想去，那么多人都不想去，因为都知道那件事情有多难、有多苦、有多累，他们知道搞不定。可这一波穷游的人去了，还活着回来了，他们搞定了，值不值得骄傲？最后一个问题是薇薇姐刚才说的核心问题。她说一个人干吃苦是不值得骄傲的。孔子之所以值得骄傲，是因为他有着报效世界的梦想，他要让自己的苦造福大众。我承认，自己吃苦造福世界是大骄傲，自己吃苦自己提升和成长，能不能算一个小骄傲呢？骄傲也有级数之分吧。我自己穷游吃苦，可不是白吃苦。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穷游的方式。有个 APP 是现在穷游者大家全世界都注册的一个 APP。我要强调一下，薇薇姐不是白吃白蹭，每个人在 APP 上注册了一个用户。如今从马来西亚要去英国玩，英国呢会注册一个用户，他就会问，我们到你那儿玩啊，到利物浦或者到哪，能不能蹭你的沙发？对方说 OK， 你可以来，约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有一天你到马来西亚来，我的沙发也欢迎你来。所以所有的穷游者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过程。穷游最先兴盛于欧洲，最早开始于哪里呢？是学生的间隔年。很多学生之前，比如说高中毕业了，中间会有一个间隔年，这1年的时间，他们往往会选择去感受这个世界其他的风景。可是他们自己，有的人家里有钱，找爹妈要，富有一个好方法；有的人家里也很有钱，他不愿意找家里要。他说：“我就想看一看，现在我也18、9了，21、22了，我能不能靠自己的手撑过这1年？”于是他们就只身或者带着几个朋友来到其他的国家，那些国家有消费，所以他打工半个月，游半个月，换一个地方打工半个月，游半个月，把1年的时间撑下来。前面的时间打工是很苦，住的地方很挤，后面半个月花自己的钱玩，省着玩，说实话也没有那么爽，没有那么享乐。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波人，像潇潇、甜甜，他们是享乐主义者；还有一波人，他们叫体验主义者。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最真实的、最感觉到自己灵魂最有力量的那个东西，来源于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你知道穷游最大的收获与成长在哪里吗？它跟富游不同，富游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客人，我所有的东西花钱，你要为我服务，我是大爷。穷游到任何一个地方不是抱着客人的心态去的，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去的。我搭了人家顺风车，我不是不聊聊天的，聊着聊着聊着我就知道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了。住到人家家里去，我不是白住的，吃人家的饭，跟人家聊着天，我是一个生活的参与者。我不是像一个游客要到各个景点照照相，然后坐着车就完了。我深入的到一个地方去打工半个月，我感受这座城市；游半个月，我深入的去理解这个城市。我像这个城市的公民一样，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气质与精髓。然后我再换一个地方，1年的时间过完了，回头看自己这1年青春，这个成长没有意义吗？这种成长不值得骄傲吗？也许他没有孔子那么值得骄傲，我承认他没有福泽天下，可是就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一点净化和提升，一点点骄傲都不算吗？都没有吗？如果算，
你们为什么不按下红色的按键呢？西西的。第一个问题，边打工边旅游，你的那种对民众生活的体验，到底来自于打工服务于当地民众，还是来自于享乐本身呢？当然都有，因为前面的时间打工，后面半个月其实旅游也是在人家家里蹭着住，这难道没有深入的感受生活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真正体验到当地生活的是在打工中服务民众，在人家家里住，而不是在人家家里蹭着住。第二个问题，好。一个父亲做警察做得很骄傲，是不是意味着他想把警察这件事情自己一直做下去？不是，我父亲中也有3次想过换工作，因为他隐蔽警察战线，家庭他觉得很亏欠。不，一个父亲很骄傲的事情，他会为了担心儿子而不让儿子做，不意味着他自己不想做，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自己再做一遍和鼓动别人去做，完全是2回事儿，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论证的是，为自己骄傲，自己就会再做，而不等于为自己骄傲就要让所有人一起去做。我可以说一句话了吗？我的回答非常简单，所有在欧洲经过过那一段间隔年的那些孩子，都把它视作非常珍贵的财富，并希望在接下来的间隔年中反复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去体验，所以他们愿意一做再做。谢谢。来，周晨。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知道哈，我是场上气息比较弱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老是拖着一个病躯。刚才如今说，好多时候我们人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区，可是我这10几20年通常都在生病，就是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你问我什么叫做舒适区？我这辈子就没有见过什么叫做舒适区。你们说穷游，说富游，我不管穷富，我永远在病游，你知道吗？可是我不曾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过的苦和为别人添过的麻烦感到一丝丝的骄傲。我去请别人帮忙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愧疚和尴尬；然后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难过；然后自己最后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不论是好是坏，我都觉得有遗憾。所以今天我想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骄傲观。成年人自己出去玩，少花点钱，多花点钱，都是极度正常的事情。这么大个人了，为了这点破事儿还要骄傲，算什么长大？而且，各位，你说了一种很好的穷游的方式，可是穷游也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必须每一个都谈到。各位打开自己的手机，一会儿去搜那些穷游的精华贴、置顶贴，里面都是些什么内容？从逃票到蹭饭，从怎么样傍一个更有钱的旅伴儿，然后一直到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当地人跟老乡讨价还价，甚至忽悠他们，这是什么？各位，我不是说穷游一定都是这个样子，我想说的是，你不能否认这种东西也是穷游，而且它恰恰符合穷游的一种本质，那就是我要走捷径。别人花10块钱做的事情，嘿，老子能够花5块钱做完，心里有成就感，这叫走捷径。可是走捷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考试作弊也是走捷径，工作里面走后门托关系也是走捷径，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各位。可是这种事儿你做好了，你得了便宜，你不要卖乖。你这种事情做好了，你心里偷着乐，你出来骄傲干什么呀？这不是有病吗？再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利用了别人的善良和利用了制度的漏洞。就算你不利用，你利用自己的能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有很多人做到了，如你所说。可是你是一个四肢健全的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利用自己的能力，达成了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权利，那就是出去旅游，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吗？这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自豪跟骄傲总要有一点点区别吧。好，说到最后，我想说的是，穷游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新潮，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你想想，我小学的时候经常身上不带什么钱，就到处乱跑，放了学也不回家。这个时候路过一个农庄，摘2个番茄就吃了；路过一个早摊小贩，拎个汽水瓶就跑，对吧？反正孩子小，没有人管你。这个时候天色渐晚啊，我吃饱喝足怎么办？哎，有困难找警察呗，坐个免费的车回家。当然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总免不了被一顿痛打。可
可是没关系啊，明天我鼻青脸肿的，我回学校可以跟小伙伴吹嘘啊，对不对？穷游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是个新鲜事儿，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在做。所以我想说的是，真正值得你骄傲的成长到底是什么？永远不是去占这个世界的便宜，而是你能够用自己的东西为这个世界去付出。可能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年轻，我也曾经是那样一个人。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所有的愉悦的生命体验全部来自于获得。我获得了一段故事，获得了一段经历，对不对？然后我获得了别人的帮助，我获得了一份幸运。可是真正的成长并不是获得。当我们真的学会从付出中感受到骄傲的时候，你会发现穷游所带给你的每一点每一滴，与其说值得骄傲，不如说更值得感激。谢谢。邦尼后面一直在举手，先让他来说好啊。刚才我觉得秋晨说了一段非常好的话，他给我们描述的那个词，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俗称的蹭游。蹭游和穷游是不一样的，这差别在哪儿呢？穷游就是说，其实我们旅行是需要很多成本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人际关系交流成本。我在金钱成本上不够，我压缩它，我挪到别的地方，我用时间成本换回来我这些东西，来了一次高质量的旅游，这叫穷游。你把所有的成本转嫁到别人身上，这叫蹭游。我们不提倡蹭游，我们提倡是穷游。甜甜姐当然说那种叫什么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概念啊，叫穷游病。就是我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有苦要吃，没有苦我创造苦也要吃，这是穷游病。我想说说我们心目中所谓穷游的概念啊。陈明说的非常好，间隔年。康永老师也说了孔子。其实自古以来，在我们中国，穷游就不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壮游。李白、杜甫、白居易，青春的时候，他们都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去看壮美的河山，打开自己的心胸，天地为之一宽，有一个很美的成长。其实这是一个成人礼。所以说，我们认为穷游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就是在你应该能够把人生带宽去拉开的时候，去看一看世界。我们认为，为什么穷游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首先，我要省吃俭用，我有一个节省的能力；第二，我开始计划我的整个旅行，我有个计划的能力；第三，我跨出了家门，我有个很大的行动力和决断力；最后，我一路交了朋友，积累了很多知识，丰富了我的人生。这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这才是我们说的成人礼。谢谢大家。因为邦尼这个是在重复他们前面论点，所以不想理这一趴啊。我要讲的是陈明的事情。他跟我讲爸爸，我来给你谈爸爸。你爸爸是警察，我爸爸也是警察。所以我告诉你，你跟我谈警察谈对了。我亲身经历就有子弹从我耳朵旁经过。我爸爸带着我一起去执法。我说爸爸你好厉害，我为你值得骄傲。我爸爸说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这是我应该干的。如果像他们这样说，任何事情都值得骄傲的话，我们值得骄傲的太多了。现在华西竟然跟我讲说，我做了一顿饭我就值得骄傲，成长是你应该的，有什么值得骄傲？如果一个人在原地不动的话，那叫后退，不叫前进，这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好，我现在跟大家要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很多女孩子们，我们有的时候看国外的电影很多，什么恐怖片啊，这个恐怖片去森林里怎么样，都是因为要冒险，要经历不同的东西。其实我是要转画风，所以你先笑一下蛮好的。因为听了他们这样的转述，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有误解，觉得这是一件贼光荣的事，我要去做。穷家富路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每一次我就要上路之前，我爸爸都会塞好多的钱给我，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女孩子，上路是非常的危险的。大家不要小瞧这种事情。在穷游网上，你们看到的很多就是光彩亮丽的东西，请问你们有看过负面的东西吗？但我爸爸是个警察，告诉我太多可怕而有血腥的故事，所以我胆子现在非常的小。来这里我都有点害怕大心。回市中心的话，我还要潇陪我一会儿回去。所以大家所有的女孩子们当心一点，不要被他们所欺骗，不要为这种正义的脸庞所欺骗。谢谢。很简单，刚才甜甜和秋晨都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任何事情都是职责，都是应该做的。那如果我们的消防员、我们的警察为国捐躯了，我们要说我们为他们骄傲。这个时候他们对面告诉我，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这样的吗？刚才陈苗已经告诉我们分大骄傲和小骄傲。如果我要说我想成为一个像马薇薇那样的女人，我才能骄傲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值得骄傲。但是如果我说我想像马薇薇一样，做一个比较独立、比较自主的女人，那人人都可以骄傲嘛，对不对？而且你们何必要拿穷游跟什么警察来比？我们穷游因为跨界不能比的，你懂吗？所以我们穷游要跟富游和不游比，那是不是比较值得骄傲呢？富游有什么好骄傲
的。那富有谁不会花钱呢？那不由你躺在家里更简单。那相对于困难程度的话，穷游不是比较值得骄傲吗？笑死我！因为今天是决赛，所以我们现场备了120啊，你们有需要的请通知我们一声。哪一位？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啊？就说你们切分了那么多概念，大骄傲、小骄傲、穷游、蹭游、边打工边旅游，之所以要做那么多切割，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人概念中的穷游，其实有太多不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一次广义上的我们认为的那种穷游，就算你旅游的很愉快，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我想讲的是，真正该骄傲的人是谁？什么意思？如果你一路接受了好心人的帮助，他给你提供了沙发，为你提供了食宿，这个时候该骄傲的，难道不是当地那些淳朴的农民吗？当你一个人去穷游，然后不小心落入了险境，该骄傲的不是那些把你从险境中救出来的搜救队员吗？你有没有发现，你穷游所有的快乐，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帮你承担风险和承担代价的事儿上啊？对方一直在把骄傲缩小，我们一直在把骄傲扩大，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建议现在的年轻人，尽可能的不要那么容易为一点小小的成就、自我的进步去骄傲，因为这太简单了。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那么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骄傲，把它说的大一点，你对自己的要求就会高一点。让艾丽要说一句，今天好像大家都在讲理论，我自己穷游经验比较多，可能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穷，另外一方面我长得比较安全，所以说我穷游机会多一些，我觉得挺值得骄傲的。比如说第一次我来北京，我做了74小时的硬座，上车前92公斤，下车89公斤，3天瘦了6斤。可以骄傲一下吧，当然，你也可以试一下，这比裸奔强多了。对，有效果。那再让我众多穷游当中最难忘的一次是去年这个时候啊，我去的巴西看的世界杯。我比一般人花少了1/8的钱。穷游的概念呢，是我能省的钱则省，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花钱之外的事儿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亚马逊雨林里面，在最深的丛林里面，躺在一个木舟上，上面看了整个银河，然后银河倒映在水里面也都是整个银河，那一刻的感觉一辈子难忘。我不敢说我因为这个穷游这件事儿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我也不敢说我造福了当地的人民，但是等我50岁、60岁我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至少让我值得骄傲的事情。最后一句话，穷游不值得向他人炫耀，但值得你自己骄傲，好吗？非常感谢。是这样的，艾丽刚刚说那么多，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她说的是旅游可以让人学到更多的东西。你头顶上看的那片星空，你有钱人去看的就不是同一片星空吗？一样是同一片星空嘛。我们为什么说穷游很多时候是年轻人干的事情？因为很简单，年轻人有时间。所谓穷游是什么？用时间换金钱。我当初在欧洲穷游的时候，我为了去卢浮宫，卢浮宫票价特别贵。我上网查什么优惠开放日啦、半价日啦、学生优惠啦，各种各样优惠查了一大堆，最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有钱人买了一张正价的票，他看的蒙娜丽莎和我看的蒙娜丽莎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各自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当然可以说你在查资料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你怎么知道有钱人在你省出来这段时间里面又干了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没进步呢？第二个，对方刚刚说穷游很多时候可以让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对。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所以我穷游的时候，他们说的蹭吃蹭住蹭喝我一样都不做。我订最远的地方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很多人会说住青年旅馆可以交朋友吗？我不，因为我特别讨厌跟人打交道。我帘子一拉，耳塞一塞，然后我就开始玩手机。所以你看到吗？穷游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它不会逼着你去走出你的舒适区，你只会选择你最舒适的那种穷游方式。所以对方说的成长根本也体会不到，就这么简单。我发现如果不主动站起来是没有办法讲话的。其实天宇说
说的更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穷游会让旅游景点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值得骄傲。但是富有的人轻轻松松可以得到那个门票，我们的门票是我们辛辛苦苦换回来的门票，我们骄傲的地方是我们换取门票的过程，不是那幅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头到尾，不管是薇薇姐、甜甜姐还是秋晨，他们都说一个东西，他们非常排斥骄傲。他们认为骄傲这种东西，如果你随意骄傲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一直说，不管大骄傲也好，小骄傲也好，最好就是不要骄傲，什么事情都不要当成一回事，因为骄傲很危险。我不明白，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事，值得为自己鼓一下掌，鼓励一下自己，这就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地方。骄傲有什么可以排斥的呢？讲的，我骄傲不代表我一定要去炫耀 ，Hello，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要不要跟做？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做成了，我鼓掌给自己，连鼓掌也给自己也不可以，也未免太刻薄一点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排斥骄傲，大事小事都可以骄傲。再来，也不要污蔑化穷游，虽然有人穷游是走捷径、蹭饭、做坏事，这些人穷游他们不值得骄傲，但是我堂堂正正的去我的穷游，用的是我正确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谢谢。秋晨，最后了。今天讲的是特别简单，你们一定要把穷和富拿在一起比，说富人用钱特别简单，而我穷人因为没有钱，所以要花心思。各位，富人挣钱要不要花心思？为什么你的那个心思花在你的钱的后面？就变得特别值得骄傲，可是人家的心思花在挣钱的那个部分，为什么就不值得骄傲？我今天想说的一个东西特别简单，大家不要争先恐后的往那个鄙视链上面去爬。穷游、富游，包括不游，真的宅在家里都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看一看？就是你觉得现在我的东西很小，如果你看完了整个那么大的世界之后，反而觉得自己小小的一点膨胀，你达到了旅行的意义吗？我说我病着去旅行，我不敢骄傲，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之大，见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是我们未来成长的动力。可是对方说的是什么？对方说的是我们出去看看，世界那么大，发现自己原来也很大。请问你为什么要旅行啊？没错，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满足，为自己的成长感到欣喜，请收在你的心里，因为世界那么大，你应该继续出去看看。谢谢。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根据你们对双方的判断，以及对这道题被他们说服的理解，去做出最后的红蓝键选择。现在开始，5、4、3、2、1，停。好，我们先凝固在这儿，这样我们就使我们的所有导师的说话不会影响到最终的这个比赛结果。牙疼太可怕了。我真的，我听的过程当中，他说话的时候毛骨悚然。我默默的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待会儿再说吧。你真是一个有决断的汉子。我待会儿再说。我真的做了一个决定，很认真的。好吧，那我们就听听双方导师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可以说自己的立场，也可以点评我们整个这个双方的这种表现哈。金姐。没有，我特别简单。我觉得穷游，咱们可能概念混淆了。一般穷人是不出去旅游的，忙着挣钱养家呢。能出去旅游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想法的人，对吧？现在很多孩子们要出去旅游，16岁以后可以自己单独行动的时候，我作为父母来讲，我教育我儿子，你先挣你出去的钱，挣够了，你再去玩儿。而且你看你挣这些钱够去玩什么地方？你别挣了这1000块钱只够去到周边转一转。你说我拿着1000块钱我要到欧洲去玩，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穷游它不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可以得到成长、感受，还有成就感都有。但我觉得谈不上什么，这是我值得一个很骄傲的事情。而且我从我个性角度来讲，我觉得给别人添麻烦，我是做不出来的。穷游可能只能作为一次经历，你觉得哎呀我有个经历，我感觉很好。
但是你不会再重复。如果是个骄傲的事情，就继续做好了，你这辈子什么也不用干，你也不用挣钱，你就穷嘛，穷游嘛，对吧？而且我觉得穷游有的时候给了一些人冠冕堂皇的占别人便宜的一个借口。我感受世界，我有我的能力，我到餐馆打工2天，我挣了1顿晚饭，我觉得那个 OK， 你有付出这样的交换。但是大部分穷游感觉是的，我能占别人的便宜钻空子，这个你有一种偷偷的喜悦感和成就感，但谈不上骄傲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观点。所以我觉得，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来讲，穷家富路，你能有多少钱，你走多少路。我是这个观点。二哥，买房还是不买房啊？我觉得不买房，但是咱们这个前提是刚才的那个短剧是发生在北京。对啊，我觉得如果是老家的话，其实都能买得起房。如果是北京的话，其实对于咱们来讲是买不起的，大部分人买不起。对，我现在能买得起的，但是我也是租的地方，就是我到现在我们家也是租的房子。就你能买你也租，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随时换地儿。对，因为你自己控制的，是因为卖煎饼嘛，各地方都去，因为灵活一些，因为你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你其实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不买，你会一生不买房吗？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攒那么多钱，多少钱？8个亿电影啊，10亿导演，你分多少？我还没给我分呢，没回款呢，没回款。但是我相信，我等有钱了之后，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儿，就是安稳的一个地儿，买一个在那好好待着。但不是我现在想的事儿啊。安稳地方，那好好待着。我觉得他们刚才讨论那地儿就不错，最好啊，那风最好。但是像他们这种小年轻人正在奋斗的，我建议是不要买房。买了房会背上很大的压力，你要还款、还贷款，非常不幸福。所以你是不买房，不买。康永哥呢？这个题目我觉得金星老师绝对是比我内行的多。金星老师是一个活得特明白的人，所以这题我跟你，我躲你后头。没有这个话题，如果在中国问的话，80%人都会认买房，这个是很正确的判断。是哈。但我个人来讲，我是不买房，不买。我到现在也是不买房。那我跟你走，我也不买，不买都不买啊，不买房。所以其实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没有前提。买房还是不买房，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吧。你们3位都不买，不买。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啊，听听4位辩论咖对这个题目的答案，谁先开始？好。其实呢，我就是刚刚大鹏老师回答里面说的那个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人。然后我来到北京之后呢，其实我一直在租房子。你们知道我租房子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吗？就是这个房子我住的不舒服了，比如说我第一个房子租了一个药层，楼上楼下跑。然后我住的不舒服了，我就立刻换一个房子。然后到下一个房子呢，我觉得房东太3八，天天打电话问我什么水管又怎么啦，然后空调又怎么了。然后我又换了一个房子，我换来换去，我换到最后，我发现其实我租的不是一个房子，我其实就是变相的住了一个酒店，只是依照我个人的舒服程度来定而已。当我租房子的时候，在这个房子里面，我可以各种造，包括像甜甜他们都去过我们家，就是我在我们家各种煮火锅，各种开 party， 各种喝酒。但是我就不会珍惜这样子的房东听到怎么办？我就不会珍惜我自己的房子，而且其实我说实话，虽然我是一个男孩，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房子，包括我自己的卧室，我会有一些想法，因为我特别想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衣帽间，然后我希望我的壁纸是粉红色的。所以当我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没过多久，我没有在北京买房，因为买不起嘛。我在成都，我和我妈一起又重新给我自己买了一套房。好，那这个房子呢，就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愿去打造，有一个超大的衣帽间。然后，当然我也是把我最珍贵，包括我儿童时期的一些记忆，全部放在这个家里面。其实这个房子就会提醒我，不管我在北京过得再难，打拼得再辛苦，或者有的时候真说我不想干了的时候，我有一个可以回到家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个根在那里。我们现在都说，其实很多男孩自己买房，然后好像男生家庭的压力比较大，但其实我很多身边的女性朋友，现在他们的父母也会给他们准备一套房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父母总是用他们最糊涂的爱，去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的男人背叛了你，
或者是他出轨或者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家，不至于到最后竟然要来投靠我们。其实我们刚才短剧也提到了，说女人的安全感是自己给的，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更相信一句话，就是女人的不安全感是伴侣给的。很多人都说一个女生找一个男人要房子是势利，是虚荣。但是说真的，如果一个男生要跟她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告诉他说我们两个租房子吧，租房子也能过，只要有爱，我们总能经营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男生，说真的，我不太敢让我的女生朋友去嫁。我在想，他们想要一个房子，会不会想说，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家，这个家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我们共同添造的，我们可以一起去装修它。这个房子里有我们美好的回忆，我们可以一起去打造一个婴儿房，那里有我们美好结晶的诞生。所以说，如果一个女生告诉你说，我想要一个房子，我是为了炫耀，那我会说她虚荣。那如果她说我想要一个房子，我是为了房产证，那我会说她现实。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女生告诉这个男人说我想要一个房子，因为这仅仅是我们共同的家的话，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然后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虽然我自己的房子不在北京，在成都，但是却造成了我一个很不好但是又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会常回家看看。不仅是看我的爸妈，我也想看看我的房子怎么样。包括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会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住2天，因为在这个房子里面有太多自己的珍贵的回忆，包括自己去打造那个房子的汗水等等等等。天知道我是一个多么懒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要跟大家说一些很现实，说买房子划不来啊什么，这些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还是想用感性的一面告诉大家，我觉得买房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谢谢。杜静，潇潇刚才讲了一个故事，他觉得他买房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潇潇现在火了，他红了，他有很多的钱，所以买房子对他来说就像买一个玩具。他以前没有这样子的钱，所以他现在有钱，他可以在成都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在里面，我就根据你刚才的那一个论点，好吧，他相当不错了，现在没有到很有钱，但他也买了一个房子，建了一个超大的衣帽间，加上粉红色的壁纸。但你想想，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潇潇那样，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好可以买一栋房子的头期钱付了，我告诉大家，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超大的衣帽间，我可能连一个衣帽现在也比较难买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潇潇那样，有一笔很大的钱，让他为自己打造一个梦想的家，他想象中很好的房子。如果有这一笔钱，买房是一个我休闲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当然买房没有问题。他第二点说，父母会送孩子房间之类的，也是。如果有别人送我房子，我怎么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送房子，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闲钱可以买房子，是在我们刚刚年轻人的时候，刚刚出来工作有了事业，到底应不应该买房子？我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很简单，你想一下，买了房子要还房贷，那是负担。房贷在手，它让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讲这一句话，她很喜欢我有一样喜欢的事情，因为如果我有一样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她就可以知道怎么控制我。因为我很喜欢辩论，所以如果我一不做她想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她不让我去参加辩论活动，这样我就不可以不做了。如果你不去做功课，你不可以去辩论活动。如果你今天不早点睡觉，你不可以去参加比赛。所以我很乖，功课我照做，活动我照参加，因为我有喜欢的事情。如果今天我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我买了一栋房子，因为要养这一栋房子，因为我要还房贷，我没有办法这么潇洒了。今天公司不好，我能不能不做？不能，因为我要还房贷。我不做工，我转行，我现在跑出去创业，房贷又要还，创业又要给钱，怎么办？
所以房子这个时候不是变成一个幸福的事情，它反而变成了我烦恼的事情。因为这个房子牵绊着我，它是我喜欢的房子，是我想要的房子，但是也不能不否认，这个房子现在在绑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买房子，是追逐自己想要的快乐跟幸福。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房子偏偏就阻碍了我追逐幸福的路。第二点，潇潇告诉我们，有了房子才有了根，一个根才会让我们有归属感。但是我们觉得房子不是根，家人才是根。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不是地在哪里，你家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我们买的那栋房子当成是我们的根，其实我们觉得是绑住了自己。你想一下，如果好像刚才那篇小篇一样，他住在七环，他买了一栋7环的房子，这样他所有的朋友圈、生活圈、交友圈就会绑在7环了。你想一下，再怎么喜欢坐火车，再怎么喜欢搭地铁，再怎么不怕堵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在中关村上班，在7环住，来回通勤好几个小时，是吗？其实我不知道中间花几久，还蛮远的，对的，蛮远的，还蛮远的，蛮远的。你交一个女朋友，如果住在中关村，你每天送她回家，搭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她回了家，你还要自己回家再搭几个小时的车，这也太累了。就是说，你的根，你的房子决定了你旁边所有的据点，这时候你更加跑不了了。所以我们才讲，买房子，这真是要考虑多一下。我其实讲完了会很突兀吗？很好啊。所以不怕买房子没有家，只要转一转观念，四海都可以成家。谢谢。金句出现了，秋晨，借我一口气哈。作为一个没有房子的人，我要论证买房更幸福。我觉得论证成功了之后，我就更加不幸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好，刚才如今跟我们说呢，他说买房子有诸多的麻烦。那其实按照我们答辩论一般的那个做法来讲，我也可以例举不买房子的诸多麻烦，基本上是比不出来的。我可以试一下给大家看哈。他说买房子你要去贷款，所以你会有这个负担。可是你贷来的款你还掉，那个钱就是房子啊，那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对吧？可是我租房子呢，我那个钱交给了房东，打水漂了。你以为现在在大城市里面租个房和供个房钱差很多吗？不差多少，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差别就在于买房子你那个贷款的钱到头来是你的，可能还会增值。可是租房子那个钱呢，就打了水漂了，没有了。这是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呢，你说买房子你会有很多牵绊，可是牵绊难道是一件特别不幸的事情吗？牵绊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我现在叫什么？我这种人叫什么？我叫做港漂。现在有很多人叫做北漂，为什么叫漂呢？无根的人不幸福，有牵绊，有家人，有财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又说啊，这个买房子吧，然后会跟你增加很多的麻烦。你看吧，我要装修它，我要维护它，那个家具吧，我要非常小心，都不知道是我是它的主人还是它是我的主人，等等等等。没关系，可是租房子呢，你不敢在墙上敲一颗钉子，然后你不敢买好的东西，都是特别残破的玩意儿。我现在香港待了8年，然后我的破床啊，天天塌。我不是一个很重的人，真的就用太久了。所以麻烦都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比较？我们要比较的是，你选择买房或不买房，你选择了哪一种麻烦？你有什么能力去选择你所谓的买房那种麻烦？而这种能力是你幸福的证明。各位，人为什么要买房子，或者为什么能买房子？第一，最简单，你好歹付得起首付啊！像我这种人，首付都付不起，我觉得这才是不幸中的不幸啊。然后第二，很简单，就是你对你现在的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为什么？你说买房子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束缚，可是如果现在我不觉得是一个束缚呢？
我觉得北京这地方超好，你们嫌弃它都想走，我觉得这地方很好啊，对吧？然后你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我就单恋这一枝花，我有家人，有非常稳定的女朋友在这里，我为什么不买房子呢？这个状态证明了我做这个选择，我现在心里是安全的，我有安全感。我对自己的现状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无所畏惧，我不怕你所说的那种麻烦，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我不想告诉你，买房子那个房子会让你幸福，因为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就是一样东西是你幸福的钥匙，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买房子是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过程。为这个过程去奋斗的所有你付出的点点滴滴，这些东西会让你更加幸福。谢谢。随着双方发言，我们这个优势一直在变来变去。现在是最后一位陈明。主持人呢告诉了我们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拥有一个能买房的能力，能应对那些麻烦的能力是让我们幸福的。第2件事情其实非常关键，它中间渲染了很多。一件事情我听明白，就是根、归属感、安全感，其实跟潇潇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有那个家在，有那方地在，任何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有一份温暖的港湾。最危难的时刻有一个可以避的地方，这是对方最核心的那个论点。这个论点呢，我是认可的。今天这个题目说买房和不买房哪个更幸福，说白了就是2种价值观嘛，2种不同的幸福观而已。一个觉得买房更幸福的人，在他心里根和安全感是更重要的，这没错吧？一个选择不买房，我去租，对他来讲好奇，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对他来讲这份自由的追寻是更幸福的。这是2种不同的幸福观而已。所以这2种幸福观既不分对错，也无关高下，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每一个人心里有的那种观念。但是我想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往下走一步，想想看这2个幸福观是怎么来的。或者换一句话讲，为什么刚才在第一时间拍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大家是一个缩影，更多的中国人可能心里都会觉得有房的那种安全感对我们来讲更重要。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农耕文明就是这样，农耕文明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文明。我们那块地是我们最重要的那块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地旁边的那个房子和那个村庄里相对封闭的那个村庄里的亲缘关系，就是我们所有心理根属和依赖的来源。世界上还有一种民族叫做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逐水草而居，哪里有丰茂的水草，哪里有湛蓝的天空，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是家。不是哪一块草原是家，是草原就是家。这也是一种价值观，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这2种观念在历史上也分别存在，当然也无关对错和高下。可我在最后想说的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在今天，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商业文明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进入了一个偏向于精神上的游牧民族的时代。换句话说，曾经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话，今天我们的青年人，我更希望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逐精彩而居。因为那一块地，唯一那块我们可以依赖的地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那块地，在今天这个商业文明当中是不复存在的。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在一个大公司里工作，今天在北京公司有一个我很好的职位，可能明天上海分公司就需要我，而后天广州公司让我更加的能够大展所长。而正如刚才如今所说，如果你一旦早早的把根扎下，这个自缠绕就会让你未来的1到20，大家笑什么？在这个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这个缠绕，会在未来1到20年，你紧紧的捆绑住你的手脚，让你错失非常多的精彩。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并不是农耕文明的时代，我们没有哪一块具体的地需要我们去找到那个根，而真正的根，如今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家人和亲缘。如果想，潇潇，如果你真的想，妈妈在成都，常回家看看，那一套房子有或是没有，我坚信绝对不是影响你回家脚步和频次的原因。有那套房，没有那套房，妈妈在，你一定会回去。秋晨也是一样，今天你在香港工作，拥有那么棒的机会和生活。如果明天美国、欧洲有更好的设计师、更好的设计所向你伸出橄榄枝，我也不希望在香港几10平方米的土地束缚了你整个人生的精彩。互联网的时代，沟通如此的便捷，没有哪块地是我们价值唯一的支点。那么，不如试试看转换一下我们的幸福观，
放飞一下自己未来的精彩，也许能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谢谢大家。继续。你说的是精神上的游牧民族对吧？是。所以有没有房子不重要对吧？对。所以有房子为什么能牵绊住你呢？有房子什么？再说一遍，我没有听得太清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精神上的游牧民族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房子都不重要。那既然有没有房子不重要，你说的那些坏处又在哪里？好，很简单，因为房子贵。因为当我倾注了大量的机会成本在一件事情之上，我没有那么洒脱去离开自己投入了那么多的地方。如果我接下来有一个去美国的机会，现在不是流动性很强吗？你把它转租出去啊！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在香港，他的那个月供是8000，他租出去12000。哎，按你刚才这个逻辑，那租房子不很好啊？为什么要买一套呢？可以啊，没关系啊。所以我说的是，你可以一边买一边租嘛，买一套不买更幸福。就是嘛。不，我懂了，你的意思是，我先买一套，然后那里有工作的环境，我再出去租。对呀。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比较的买房和不买房啊，对吧？又不是比较买房和租房。你知道，如果你不买这套，我可以既买房又租房，我还买2套，租2套，对吧？如果不买这套房，你知道在那儿能租一套多大的 house 吗？它是我们所有事情的一个牵绊。我知道在投资领域，你投资一套房重不重要？那就要看地段，那要看时间，那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可是你买了一套房之后，在你在香港砸下重金这套房，对你未来的影响是心理层面的影响，不一定是具体经济层面的影响。能理解这个意思？完全不能理解你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谁能够牛在香港买个房子，我不知道在北京是怎么样。你知道吗？香港一栋普通的别墅，你知道别墅多少钱吗？香港1个亿呀，各位，1个亿，你买得起那个房子，你敢说不幸福？我们现在一个青年人买1个1亿的房，你觉得后来会幸福？买个便宜点的。多少？大概？管他呢，去小城市买不起。不是，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菜，让我可以，继续到这儿。因为我们现在是2v2的比赛，所以你们2位愿意让你们身后的谁来帮你们阐述观点，你们来决定。他们先说一句。你们2位决定。他们2个。马东，他们选吧，他们选吧。换。后面人的发言会影响到他们的分数吗？所以要他们选择，他们可以选择 no， 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们发言。你可以说 no 哦，你可以说 no。对，他要让华西说。我们都作为年轻人，我们都知道买房很困难，但是今天的前提，我们刚开始一开场，马东老师特意说了，前面没有什么前缀，我们就讨论买房和不买房哪个更不幸福。刚才他们说你买房容易被绑住，我们发现潇潇在成都买了房，但他没有被摆在成都啊，说明绑住你的是什么？挣钱的能力吧，对吧？谁说了一个人买了房子之后都彻底丧失了挣钱的能力，彻底被房贷压垮了？这好像不太对吧？好，今天人为什么要买房？是因为我不想租房。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租房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是租的房子，他随时有可能被人敲门来查暂住证。因为他是一个租的房子，所以他没有产权的情况下，孩子不能落户，孩子不能顺利的上学。因为他是租的房子，他和房东签的是不定期租赁合同，房东随时有可能过来把你赶走。什么意思？今天我的房子要让他做婚房，对不起房客，你要出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刻找好下家就搬出去追求你们的自由和幸福的。我可能紧急之间找不到我的下一家的话，我可能会留宿街头，这是租房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不安全感。今天如今告诉我说房贷很危险，房贷很危险，让我们觉得不幸福是房贷的错，不是买房的错吧？今天我买不买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辩论，可是对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生的抉择呀。他不是说突然脑子一热有了一笔钱之后他就要买房，他可能会把自己祖上的钱、自己父母的钱、自己的钱全部拿到一起，深思熟虑之后拍下这个买房的观念。他为什么觉得这一刻是幸福的？是因为他知道贫苦，知道混乱，知道不安有多么的不幸，所以他渴望安稳。所以今天你我作为年轻人，我们好像都低估了幸福的重量。所以我说买房是幸福，是因为租房漂泊太不幸。谢谢。其实前面这4个人都无所谓，花溪你赢了。微微，其实啊，就个人层面而言，买房更幸福还是不买房更幸福，完全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每个人选择的时候都会很难。而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辩题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是在于安全感的由来到底是由哪一种对人生的投资策略形成的？什么意思？
很多人希望有房子，像对方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根。当我不行的时候，当我痛苦的时候，可以回去避一避。所以安全感来自于它可以帮你抗风险。当你在外面遇到不幸的时候，这是最后一道救命的绳索，栖息的港湾。对不对？那么过去的时候，人是怎样获取这种安全感呢？买房置地购金条，对吧？好，可是现代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现代社会的特点叫做所有物质化的东西，它的价值都会不断的贬值或者随时波动。发现了没有？金价你们永远是判断不了的吧？其实各地的房价，全世界各地的房价、楼价，你也是永远判断不了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你在一个商业流动极快速的社会里，去投资一个价值不稳定的资产，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OK， 那么投资什么？如果我们不买房的话，投资什么更重要？很简单。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是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你把买房的钱拿去游学，拿去做生意，哪怕你拿去健身或者是整容，它都不会随着外部的变迁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它是一辈子跟着你走的。所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的脸还在；当你遇到社会变动的时候，你健康的身体还在；当你去到任何国家的时候，你花钱学来的知识还在。我们不是乌龟，没有办法背着房子抵御任何的风险。我们是一条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带着自己去闯世界，自己是安全感和抗风险的来源。没着急，要由他们两个来决定，不是由我来决定。你们还有最后一次发言机会。说吧。谢谢你们的信任，谢谢谢谢。我就说3点，就3点。第一，我为啥一定要说？刚陈明提到游牧民族，老子游牧民族。你。谢谢，你知道毡房多少钱吗？我们也买房，我们只不过房子下面带轮子，你不能说不买房，好吧？带轮子，所以我们买房也是很幸福的。当然这是开玩笑了。说第2点，刚才薇薇姐说特别好，一定要投资。但是我想说啊，很多时候好多人都劝我别买房。08年的时候劝我别买房，北京别买房，肯定会降啊。08年没买，现在这么高 ，right？ 10年的时候别买房，肯定会降，没买。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敢说其他地方。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讨论北京的话，作为投资本身，其实买房是可以考虑的，至少10年内。你看一下你的可乐涨了多少钱，你的工资又涨了多少，告诉你这个钱不花出去越来越少，所以做最明智的投资之一，买房啊。好，第3点很简单，年轻人呀。在工作2到3年之后，我们讨论的，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投资呢，他容易干一件事，就是乱花钱。你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对吧？有人鼓掌，你继续鼓啊，非常好。我想说，一个船在海上航行时没有明确的方向，任何方向刮的风都是逆风。一个人在有一定钱时没有明确的投资，任何新的花钱都有可能造成浪费。我其实也不想买房，我其实今天也没想穿着跟这个房产的这个销售员一样，我不知道为啥穿成这身了。但我想说，各位，如果说你想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而现在又没有太多明确的投资手段的话，一件事儿，买房。非常感谢，谢谢。反方最后一个机会啊，范甜甜。艾丽，你少放屁！我告诉你，你是值不得人家成名比你现在高大上。你给我坐下，我好好跟你聊聊你的问题。游牧民族，你还游牧民族？你老祖宗前不要80代就已经不是游牧民族。我们还是你住在呼和浩特，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哎，你给我坐下。无路不起啊！呼和浩特是内蒙古。不要发誓。
像这种人啊，典型的就是以这种教育人的身份来教育别人，什么跟。你到北京来，北漂了以后，你现在住的什么情况？你告诉我，2500块钱跟人合租住在北面，是不是？我将来要买啊，现在将来为什么你不买房？因为你要养你的妈妈和你的妹妹，是不是？对啊。那你告诉我，你的幸福感来源于什么地方？来源于我对你是不是在养育你的父母的过程中，你产生了幸福感？因为你现在没有买房，你把买房的钱去养育你的母亲，是不是？我现在好。所以这家并不是那一套房子，而是你妈妈才是最终的幸运，是不是？对。好，再见。KO。哎，你别说了，你作为一个住在呼和浩特的维吾尔族人，不起，咱们新疆好地方嘞。你这跳的是藏族舞，这啥你是？梁老师。范甜甜，你可以了。你用一段藏族舞对一个住在呼和浩特的维吾尔族人表达了你的敬意。这样吧，太牛了。最后5个数，大家做出最后的选择。红蓝键，5、4、3、2、1，凝固。我们请3位来说说对这个题目双方表现的判断。我觉得大家最后投出来这个结果，其实我真的很失望，大家能投出来这个结果，就是证明着年轻一代的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提倡买房。像刚刚的小夫妻，他们2个人那种状况，你们让他们买房买到南7环外面，你们就等于是害了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来到北京，就好像是我在过去的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我都住在搜狐的旁边，3分钟步行就可以到的地方。因为我跟我公司走的，搜狐在长安街的时候我住在旁边，搜狐到5道口的时候我住在旁边，为的是就是比别人多一个机会。当主编需要人的时候，他打电话，我第一个到公司，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很完美。我那个时候，我爸我妈也给了我一笔钱，是10万块钱。那个时候是2005年，然后说大鹏你买房子吧，你买房子就会感觉到很安全。其实这种幸福感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是父母们的担心，并不是你自己真正的幸福感。于是我怎么办了呢？我这10万块钱在2005年的时候，在北京可以买得上是一个70平米左右2居室的一个首付。但是呢，我东看看觉得这儿不满意，西看看觉得那儿不满意。很快时间一过去，到最后房价蹭的涨，从那个时候4、5千块钱，一直到眼睁睁看着变成1万块钱。然后我就只能在那个北沙滩，我买了一个42平米的一个大开间儿。我买完那个房子之后，8万块钱的首付，然后月供是1200。当时我妈妈开心极了，她好幸福。但是其实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我老婆，根本就没有体会到那种幸福，因为那个房子从交房我们1天都没住过。因为42平米的一个大的开间，其实对于小2口来讲住是不够的，而且离公司又很远，所以我们那个房子下来了之后就一直在那租着，一直在那住，一直到现在都在那租着。然后呢，我依然是不停的在随着公司不停的在调换岗位，然后我在它的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才有了今天。为什么我不鼓励买房？因为我学的是建筑，我本身是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我是建筑工程系毕业的。吉林皇家，这个皇家也是呼和浩特那边的吗？我是觉得加上皇家比较。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以我对于这个建筑的了解，它的原材料各个方面的了解，我觉得现在北京的房价不值这个钱。对了，就是你不要买房不值这个钱，不值，质量都不行的。你真的就把它投资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变得，我不觉得随便花钱是浪费，你花的任何1分钱都不浪费。你吃顿好的是浪费吗？你享受了，你穿的好的衣服是浪费吗？不是，因为你变漂亮了，别人看待你觉得你高大了，你做事情会变得更有自信。所以我觉得不要买，真的是啊。好，坚持不要买。我生气了，而且把买的人全骂一顿。啊，您还坚持吗？我肯定坚持不买房，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我建立在我的一个就是生活质量成本上。
我曾经买过房子，买完房子以后，我虽然是不在乎房子增值不增值，但我还想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增值，它消耗了我很多精力。后来我觉得，我就跟我先生聊，我说不买房了，我们就租最好的房子。但刚才谁说的这个房子什么房东干嘛？那我唯独能做到的事情，让我自己更强大。如果房东继续涨价的话，我挣的钱付他这个涨价百分比的话，轻松而易举的，一点都不担心。而且我租房子是找最好的区域去租房，因为什么呢？那个房子决定了我的3个孩子他们眼中看到的生活品质，这个是我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可以买一栋房子买得很远，然后我和我先生每天开车从城外郊边上住的别墅，开车送的孩子到城里上学，但这个时间成本你们核没核算过？但现在我住的房就在城中心，我们家3个孩子从1年级开始到中学，一直是自己走来走去上学。童年增加了很多乐趣，我的生活减少了很多成本。在国外是20%的人想买房这件事儿，80%的人是不买房，都是租房的。20%移民的中国人吗？不是，20%是这些人工作了一辈子，然后到退休以后他能买一个房子。年轻人几乎没有买房子的。但是咱们中国现在不知道自己能力能挣多少钱的时候，突然就想着买房的话，我就特别滑稽的一件事情。金姐有这个观点，主要因为她老公是德国人，是德国的租房率是90%以上。对了，而且德国法律不允许轻易涨房租，所以租房很有安全感。所以说我是坚持是不买房的，我也不鼓励朋友买房，而且我特别不主张鼓励买房子自己不住，等房子升值，这个房子去卖钱，哇。这个年头已经过去了，10年前你这么做还能赚钱，从现在开始再别买房，等这个房子升值我再卖出去，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真的，房地产商恨死我，就是说卖不出去了，潘石屹你骗人。好，我把刚才金姐说的这段话剪下来给潘石屹寄过去。我都跟他采访过，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就有钱人忽悠我们穷人吧。他怎么说？他说哦，笑了笑。康永哥，今天讨论的是买房与不买房、幸不幸福这件事。那反正我们这些台上的人讲话已经不影响投票，所以我就放开来讲啊。先从不是聊幸福这件事情，是聊投资的效率来讲。在座各位都是这么年轻的人，你们人生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中，会不断的有人传递他们认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就会赚到一笔钱这个消息给你。当有人把这个消息给你的时候呢，不要太激动，不要太快开心，先想一下，就是这么好的消息你跟我讲干嘛呀？你怎么不自己去赚那笔钱呢？啊，第二个就是你要想想看，你是在这整个食物链的哪个位置？如果连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地球上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地球上的人90%都知道这件事了，还赚得到钱吗？如果赚得到钱，那就是地球上90%的人都赚得到钱了，不会发生这件事的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买房吧，买房会赚钱，那你要好好的做功课，你不能就这么听了。有人跟你说买股票吧，买股票会赚钱，你不能就这么听了，你得想，这是连任何一个在帮你们大楼做警卫管理的人员或者是清洁人员，他们都收得到的消息，报纸上一打开来都看得到的消息，你还有什么优势可言？所以看得到一栋房子在那边，然后说哇，这房子盖得好漂亮哦，买了一定会赚钱，谁看不到啊？瞎子才看不到吧？看到了就赚得到钱，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所以投资来讲呢，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给你传递的老派的观念，因为世界在急速的改变当中，这是第一个。然后不要讲北京跟上海的房价不会跌，我们今天的辩论题目不是讲在北京买房会不会幸福，我们讲的是在全世界各地啊，所以世界上的确有几个大都会，纽约啦、伦敦啦，房价是掉不下来的。可是除此之外，非常难讲啊。所以这个跟幸福与不幸福无关，只是纯粹给在座的人一个提醒而已。第二个，讲到幸福这件事情，我自己对于幸福感有一个不积极的、消极的标准。什么消极的标准呢？我对于幸福感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我可不可以常常保持对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说不要。就是如果马东找我主持这个奇葩说，我很喜欢，我就说 yes。那马东如果找我导煎饼侠，然后我想说煎饼侠已经被大鹏导了，我不要导煎饼侠2，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说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是因为你不用强迫自己掉入一个泥沼当中无法脱身。买房子、房贷很容易让你失去了这个说不的权利。
你永远都说不了不。你在一个王八蛋的工作里面脱不了身，因为你需要固定的缴房贷。这个时候你会失去幸福感，是因为你对好多事情都没办法说不了。所以你在人生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永远都要想一下，这个重大决定有没有剥削我们说不的权利。然后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累积越多说不的权利，我们会过得越开心越幸福。好，谢谢。我觉得康永哥前面这2点里面，后面是他的人生感受，他前面那一点特别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我们把房和家这件事儿往往混为一谈。我们家这个字儿，汉字的家这个字儿，都上面有一个宝盖儿，好像指的就是一套房子，但其实底下是一只猪哎。对，就是以前的人都是下面就养猪，然后住在上面的房子里。啊，对，我做过汉字英雄，所以我知道这个典故。你是防止我开你玩笑吧？但是在很多不同的文明或者不同的国家里面，他们把这件事分开，就是 home 是 home， 但是房子是不动产，所以对不动产是一个投资概念。我今天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我可以买房，但我可以卖房，所以我今天买房并不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我把我的房贷放到我的房子里，但是哪天我想卖掉或者我想搬家，我可以1年卖2次房。只有在我们现在的有些政策里面，不允许你买房和卖房，才使我们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了。但这不是重要的，买不买房，我的观点是随便。看看这期节目辩论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